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国产电动车锁电的话题。事情要从4月17号开始讲起。央视网下面有一个栏目叫做封面，这封面是一个调查性的报道，经常发表一些调查性的文章啊。4月17号这一天呢，封面这个栏目呢就在央视网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标题还挺长，叫做1个月内投诉超1.2万起，同比上涨273%，新能源车的这个顽疾究竟该咋治？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今年38岁的张卫国先生花了将近20万买了一个主流电动车品牌的紧凑型的这个电动汽车。那销售当时跟他讲续航里程呢是510公里，实际续航里程不低于420公里说这个快充40分钟可以从20%的电量充到80%。这张卫国先生呢，买完汽车之后非常满意觉得这个汽车续航到这个充电的各个方面都很不错。他周末经常带着自己的家人呢到郊区去旅游往返200多公里，这车开着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事情在2025年的12月份呢又发生了变化。他说当时他买这个汽车进行了一个 OTA。所谓 OTA 就是远程升级就有点类似于咱们手机定期升级一样。现在的电动汽车跟我们的手机差不多，也会定期升级，比如说系统比如说要什么 bug 给你下载你一点同意，然后呢你就升级了。他说2025年12月份他这个电动汽车的升级他都不记得他是不是点了同意。总而言之就是 OTA 了。这 OTA 之后，他发现他们家的车性能变了。怎么变呢？几大变化。第一他说这汽车给人感觉它没有那么力气了，油门踩到底也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弱。这是一个这个变化不像过去那加速感特别强它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续航里程变了。过去的续航里程不是说一开始是510公里吗？现在别说510公里了开到60公里的时候他说显示这个汽车的电量就只剩一半了。他一看那回不去家了，结果呢就在半途就开始补电。他说一补电才发现过去40分钟就能加到80%的电量他说现在不行了，他说平均得到1个小时10分钟以上才能加到80%的电量。觉得不对对吧？性能变差了，里程变短了他说这之后他就开始留心他们家这辆汽车的里程。他说这个续航里程他自己感觉下来原先号称是510公里的续航里程，现在普遍也就跑个300公里左右。于是呢他就跟那个 4S 店联系4S 店的人就说他说这是冬天掉电嘛，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冬天掉电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这个张卫国可能还懂点行，就问这 4S 店说你们有没有通过 OTA 你改我这个电池的参数？那 4S 店呢就模棱两可，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所以这张卫国先生就怀疑他这个汽车就被锁电了。那么讲完这个故事呢，央视封面这个杂志就讲了一组数据。他说就是今年3月份，他说这个全国的12315说投诉平台就接到了关于新能源汽车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跟去年同期相比直接增长了273%。那这个数据是相当大了你想想那么他说引起了有关监管部门的注意。那监管部门呢就约谈了8家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其中有3家就被立案调查了，还有2家呢，那一看事情不好就连忙把他自己 OTA 就升级的这个数据又改回到原先的数据去了。这是当时就央视网封面杂志报道的这个核心内容。那这篇文章出来之后4月22号人民网发表了一篇评论。人民网这篇评论就讲，他说按道理来讲，你电池你衰减过程中间出现的安全隐患，这应该是车主跟这个车企共同的责任但是现在这汽车企业通过悄咪兮兮的 OTA 他就把原本车厂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到了这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那他说这事情应该透明化，
你这作为车企，你应该说清楚。那这个人民广也是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啊。到了5月8号的时候啊，这篇文章呢就引起了很多其他媒体的转载，比如说红星新闻呐，比如说澎湃啊，他们转载的时候啊，他转载的标题就变了，标题不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投诉量啊增长了273%，他都把这个8家主流车企啊遭到有关部门约谈这件事情做了标题，其中有3家被立案。那你想想，这一下子啊，这就爆了，然后就有人就开始问，他说这8家车企也没点名，就问那大数据啊，咱也不知道问的是 OpenAI 啊，还是这个豆包啊。他说这8家车企都是谁？你给分析分析。结果也不知道是哪家大数据，直接就给列出来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中间有小鹏，有比亚迪，有这个特斯拉，还有这个问界，还有这个蔚来等等，一共8家。那这8家车企，这名单就在网上开始迅速的传播啊。5月9号这一天，小鹏就马上开始辟谣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被有关部门约谈，不要造谣啊！造谣的话，我们要采取法律行为啊！比亚迪也赶紧出来辟谣啊，我们也没有被约谈啊。特斯拉也说啊，没有的事儿，我们根本没有被中国的有关部门约谈。那么就在同一天，中国汽车协会啊就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就说，他们跟有关部门已经核实了，有关部门没有因为网传事项，进行约谈。那也就是说啊，有关部门可能跟这些车企约谈了，但是不是因为网传事项。所谓网传事项，就是这个锁电的事情嘛。那这事情至此就算辟谣了。那央视一看也有点顶不住了啊。5月9号晚上，央视网就把他这篇文章啊，在底下啊做了一个置顶性的评论声明。他说我们据本网啊不完全统计啊，从2020年开始，那么因为异常加速、车辆着火，还有这种 OTA 锁电这件事情啊，有关部门一共约谈了8家车企。他说这个引起了误会啊，这个我们要特此声明啊，他就把这个更正了一下啊。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删。应该说啊，你去看一下央视网的这个辟谣啊，那它跟它此前的这个信息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你想想此前说的是什么？此前说的是3月份1.2万件投诉都是锁电，然后有关部门约谈了8家车企。那你现在呢？辟谣完之后呢，是2020年之后6年时间约谈了8家车企。原因呢，此前呢约谈车企呢就是因为锁电，那现在呢约谈的车企呢原因就多了啊，什么电磁自燃呐，然后那个异常加速啊等等，所有原因加起来，一共对他们进行这个约谈。应该说这个央视网这篇报道肯定是属于虚假新闻了啊。但是说实在的，央视报道虚假新闻一般没事儿。你别看那些车企说啊，那车企说我们要采取法律措施，谁要是造谣我们。但是我跟你说，他们一般也就是敢抓着自媒体。比如说我们王菊拍案，如果要是报道要是事实了，我估计我们要承担很严重的法律后果呀。但是央视如果要是虚假报道了，没有一个车企敢起诉央视。你给他雄心豹子胆，你看他敢起诉央视吗？绝对不敢。所以央视在中国有特权，那党的人嘛，拥有造谣的特权啊，所以这些车企啊，绝对是不敢碰央视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啊，就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你看这就是假新闻嘛 ，AI 搞的。但是啊，有很多消费者问的一句话，我觉得啊是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现在说这是假新闻啊，你只是说这家车企有没有被约谈，对不对？你现在辟谣了，不是说这8家车企被约谈了吗？现在你说没有被约谈吗？那么问题的核心不应该是国内的电动车企到底有没有锁电吗？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呢。这个有没有车企出来辟谣啊？我们一看，还真就没有车企出来辟谣。比如说比亚迪说我们没有锁电，没有啊。特斯拉说我们也没有锁电，也没有说啊。包括小鹏汽车也没说我们没有锁电。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些车企的辟谣都极具技巧性，都是说我们没有因为锁电而被有关部门约谈。那至于这些车企有没有锁电呢？
消费者不知道。反正12315里头啊，投诉自己的汽车被锁电，然后呢这个数量大幅增加，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是比较真实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啊，那么到底中国的电动汽车啊，这车企有没有采用 OTA 的方式啊进行锁电呢？在这里啊，我要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锁电啊。所谓锁电啊，就是新能源车企通过 OTA 来修改电池的参数。OTA 就是远程给你升级嘛，因为现在的电动汽车啊，实际上跟我们的手机一样，你手机也定期的升级啊。那么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其实就可以修改你的电池的参数。比如说你电池的这个参数啊，最高可以充电充到多少？你过去是100%，现在给你修订到最高充电到90%。你最低放电，你放电能放电到多少？放电到10%的底下就不能再继续放电了啊！它也可以通过 OTA 来直接对你电池的参数进行修改。为什么要对你的电池参数进行修改呢？这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池大家都知道啊，锂电池啊，它本身它有一个充放电过程中间的衰减，这是属于电池的自然的一个属性啊。因为锂电池啊，在充电过程中间、放电过程中间，它会在这个负极这个地方形成一种钝化膜。这个钝化膜啊越来越厚啊，最后锂电子它就不活跃了啊，于是它电池啊它就衰减了，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你电池衰减之后呢？那国家就工信部啊有一个规定，你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啊，现在普遍都实行8年质保和12万公里的质保。这规定在质保期之内，你电池的衰减，如果衰减超过80%，这个电池就必须免费更换。那对这个车企来说，如果是免费换一辆电池，那你想想那损失多大啊？对于一辆电动汽车来讲啊，最大的资产就是这个电池了。说实在的，电动车可能一半的价值都体现在电池上。如果给你免费换电池，差不多相当于给你免费换辆汽车了。那对这些电动车企来讲，这换电池这事情啊是万万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让它衰减尽量不达到80%呢？那这个时候我只要修订电池的参数，我让你啊电池充满的那个格啊别充到100%，然后呢底下放电的时候也别放电到0%。另外就是一个快充，快充啊实际上对电池的这个性能啊影响非常大。你看快充的时候呢，高电流啊冲击电池啊，那么把快充的速度降慢一点，于是乎你这电池损耗的也就慢一些，你将来啊你这电池衰减的速度也就慢一些。所以啊，电动车企啊有非常强的这个利益驱动啊，那尽量让你的电池啊，别搞得那个参数那么激进，最后呢衰减呢别达到国家这个质保的标准啊。这是从车厂的角度来讲。它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锂电池啊长期在那个快充的冲击之下啊，它不仅仅会产生那个钝化膜，它锂电池那个地方它本身会长一种叫做锂支晶。所谓锂支晶，就那锂金属啊，就堆积在那电池那里面。这锂支晶啊，它是一个一个小毛刺啊，它有可能刺穿这电池的这个电池和电池之间的这个隔膜。这个隔膜一旦是刺穿的话，那电池那个里头那个电解液不就漏了吗？那电池就有可能发生爆炸、自燃等等这些安全事故啊。那怎么让这个电池的锂支晶减少呢？也很简单，就是让电池的快充的速度别那么快。你把快充的速度降慢一些啊，那这个产生这个锂支晶的速度就降慢一些了。所以新能源汽车都有非常强的利益冲动啊，通过降低电池的性能参数，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以及安全的这个阈值。那么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有没有锁电的行为呢？那太有了。大家都知道2021年的时候，那有一个新能源汽车叫做威马汽车啊。这威马汽车的车主啊，当时啊刚买这个汽车的时候啊，这续航里程都是400公里。结果呢，在2021年的12月份到2022年1月份的时候，这威马汽车就出了一个公告。这公告说啊，我们要给18888名幸运的车主啊
送到 4S 店，免费把这些汽车进行体检，然后送你200块钱的京东卡。那很多车主就很高兴啊，免费体检还送京东卡吧。结果这些车主啊就欢天喜地的把自己的车送到 4S 店去了。送到 4S 店一检修完之后，这些车主就发现他们车的续航里程开始大幅下降了，原本不是400吗？普遍都降到了160到180，直接打了对折。更可怕的是啊，他们到那个电量剩到最后3%的时候，整个汽车的最高时速降到了每小时47公里。你这到了47公里，你再加速不上去了，那很多车主就急了。那一看这个肯定是被锁电了啊！而且不仅仅包括这18888名车主啊，很多威马汽车的车主在2022年的春节的时候啊，未经他们同意就全部被这个 OTA 了。这 OTA 之后呢，他们的汽车就全部统一的电池就全部都降低了速度。那这件事情被威马汽车的车主发现之后啊，好像有几百名车主就联名开始起诉威马汽车。关于这起诉讼的后续结果啊，咱们稍后再讲啊。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讲了，那么为了防止这种锁电的行为啊，在2026年的3月份，中国的工信部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头啊就讲到汽车行业的 OTA 的一些管理规范。这管理规范里头第1条就讲到了，这个 OTA 你要升级的时候，必须至少提前7天告诉消费者我要升级了，你得同意才能升级，您不同意不能升级。第2，禁止锁电降配。第3，禁止通过 OTA 的方式啊，把你本来应该召回的责任转移给消费者。一共4条，大概其就这个意思啊。那么通过工信部制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我们就知道，一定是这个行业里头存在着大量的锁电行为，才会有工信部的这个规定嘛。否则的话，工信部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规定呢？对吧？所以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啊，锁电这个行为肯定还不是个别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啊，锁电这种行为最早是被哪家新能源车企业发明的？那么后续在法律诉讼上啊，又是怎么演进的呢？这里头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最早发生这件事情的啊，通过锁电啊，来这个提高安全等级的，就是我们今天大名鼎鼎的特斯拉。这特斯拉的锁电啊，我们最早要从2017年开始讲起啊。2017年大家都知道啊，美国这个佛罗里达州啊，发生了一起飓风啊，艾玛飓风啊。那年的9月10号，这艾玛飓风就登陆美国的佛州。登陆佛州之后啊，有300万个家庭啊就停电了，有600万居民开始撤离呀。你想想这场飓风啊，对佛罗里达这个州的影响有多大啊？就撤离的过程中，当时啊，就导致了特斯拉的车主人心惶惶。为什么呢？一个是当时啊，撤离的路上，这加电站比较少。当时特斯拉的存量车辆已经有50万辆了啊。那时候还没有 Model Y， 也没有 Model 3啊，主要是 Model X 和 Model S， 那都很贵的啊，在中国一辆车都卖上百万呢。但是这些车啊，在撤退的时候就发现啊，他们想加电不容易，那么常常的在那个加电站那个排了很长的队啊，加不上电。第2个呢，你想想逃跑的过程中间，由于你的加电站啊比较少啊，你这个续航里程到的时候啊，你这麻烦了，你油车还别人可以给这个车里头加点油就可以走，这电车你可麻烦了，你如果要是没电了，再给你加电，那可困难重重。就在这个时候啊，特斯拉呢就公布了一项 OTA 的计划。OTA 的计划就宣布给特斯拉的某些车型啊加电，怎么加呢？就特斯拉啊，它当时生产这批 Model X 和 Model S 的时候啊，它其实统一生产的全部是75度电的，这特斯拉就电池没有什么区别，全部是75度电的。但是呢，当时特斯拉很贵啊，有很多人买不起啊。特斯拉呢就把一部分汽车啊，它的这个充电性能做了限制，从75度电呢，降到了60度电左右，然后价格就比较便宜嘛。那么便宜这个价格，将来如果你要想把你的汽车升级到75度电啊，你要交$4500到$9000之间的钱，你才能升级到75度。
这是特斯拉当时卖这个电车的时候一个价格歧视的这个政策，这应该没毛病啊。那么当时到了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呢，特斯拉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就把他当时限制使用的60度电的这些客户，通通直接开放到了75度电。这开放的75度电，使得这些车主的用电容量一下子增加了30英里左右。原先他们的续航里程呢，大概是200英里到230英里，加了15%左右就增加了差不多这个30英里嘛。这30英里对于逃命的人来讲那这个差别可就大了你想多开30英里嘛，差不多就是40-50公里的这个里程所以特斯拉当时的这个做法呢，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扬。它的这个增加里程一直增加到了9月16号，为期1周左右的时间，整个在那个飓风区，包括佛罗里达这个区域全部都增加了，大家为特斯拉点赞。但是大家通过这件事情都知道感情我这汽车特斯拉可以通过它自己的 OTA 来控制那我原先可以开220英里，现在它一个 OTA 就直接给我变成250英里了。那反过来呢？果不其然，到了2019年的时候特斯拉就反过来操作了2019年的4月21号在中国的上海一个地下停车场，一辆特斯拉 S 突然就自燃了。这辆汽车是静止状态，也没充电自燃过程中还发生了爆炸，把旁边的一辆奥迪汽车，好像3辆直接都给焚毁了。那么当时静止汽车发生自燃爆炸，那就说明你电池有问题，对吧？然后没过几天，5月12号在香港停车场也是一辆静止的特斯拉的 S 汽车也是突然自燃。自燃的过程中间呢，也是把旁边的汽车都给烧了，那停车场的天花板都给烧了5月12号，48个小时不到，特斯拉就向全球范围内推行了一次 OTA。这次 OTA 呢，特斯拉的解释就是说，优化电池使用，提高安全标准。然后呢，这特斯拉的 S 和 X 的车主呢，就同时进行了 OTA。OTA 之后这特斯拉的车主就发现他们的续航里程变短了。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个背景特斯拉当年使用的电池是松下电器的生产的一款电池。这款电池这个性能从今天看来肯定还是不太好嘛。它如果是在电池过载的情况下，它就容易产生就我说的这个叫锂汁经。它每一个单桶电池它的电池的伏特数是4.2微。那么特斯拉就通过它的 OTA 呢，把单管电池的最高的额定电压从4.2降到了4.1，然后呢，把它快充的时间呢也进一步的降低了。他这么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减少特斯拉它这个自燃发生的可能性。你别再自燃了，你再自燃的话，那我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我得把汽车召回给你换电池那损失不就大了吗？我现在让你充电的那个电压降低一点，从4.2降到4.1，快充呢，我这个时间给你延长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的电池安全的冗余就增加了，你不太容易自燃了嘛。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特斯拉的车主它的续航里程下降了，平均下降了10%到12%。然后呢，快充的时间呢也增加了30%到40%。那这很多车主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之后，那中国你看这里头2起车主都是中国的，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香港的。中国的车主没什么反应，美国的车主闻风而动美国的消费者不好伺候美国一共有1700多位特斯拉的车主就联名把特斯拉起诉到了加利福尼亚北区法庭。起诉的过程中，这些消费者跟特斯拉之间的一个核心争议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 OTA你目的是到底是为了优化的电池使用性能，还是在未经客户允许的情况下，你就入侵到了作为消费者的一个电子产品过程中间去了？你这相当于黑客
你想想，你没有经过人消费者同意，你进去之后就把人电池参数给改了，这不就黑客吗？对吧？这是一个核心争议。第二个核心争议就是你特斯拉，你这个所谓的 OTA， 你目的到底是为了规避你有可能这个产生的召回的法律风险和你本应该承担法律义务，还是你其实是为了电池的安全性考虑，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虑？重大争议啊，这两个方面啊，这官司一打了2年，最后呢和解了啊。这和解呢，特斯拉呢就成立了一个150万美元的这么一个基金。这基金呢，先是支付了4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啊，剩下这1700多位车主呢，每个人赔了625美元，还是652美元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啊。然后这里头呢，好像有59位还是57位的车主啊，他们的电池由于严重受损呢，就换了。换电池当时要收这个1万美金嘛。最后呢，特斯拉把这1万美金用通过这个赔偿金的方式就给免了。就整个美国的诉讼，大概特斯拉出了150万美金了了。结果这美国的这个案子刚了，还没了中间，在挪威也有100多位车主就把特斯拉给起诉了。你认为特斯拉就是你这个 OTA 降级，你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吗？这挪威的这个消费者也不含糊啊，因为挪威的法律啊，对消费者的保护啊也特别严格。他们在取证阶段啊，要求法院调取特斯拉内部文件，就是要调取特斯拉内部文件，要看你特斯拉当时的这次 OTA， 你到底是因为香港的那次自燃，你们内部觉得这个自燃马上要此起彼伏了，你为了规避这种自燃，还是真的为了这个提升所谓的电池性能？最后把这个文件给调出来了，调出来显示的结果就是特斯拉他们自己发现上海和香港这个地方相继自燃，他们慌了，赶紧通过 OTA 的方式，通过降低电池参数的方式啊，来规避有可能出现的更多的自燃现象。最后的结果呢，在挪威诉讼啊，就是每一个消费者赔了5万克朗。赔钱啊，这个数字啊还不是特别重要。法院的裁决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特斯拉一开始啊，你在上市的时候，你宣称你快充半个小时就可以充到80%、90%，包括你的那个电池的续航里程，你宣称的这些性能啊，你在市场购买的过程中或者销售的过程中，你都是你这个车企的核心的性能啊，这个你不能降。而且消费者啊，为了你这个性能已经支付了正当对价，这是一个公平交易啊。那么如果你要降低你性能的参数，那实际上你这就是一种偷盗行为。而且呢，由于你为了规避你自己出现的有可能自燃的这种现象啊，你也违背了诚实和善意的行为。你是规避你自己的风险，你不是为了消费者。消费者降低了自己车辆的性能，最后呢，使得你的车辆不怎么自燃了，这不行，你没有支付对价呀。你现在你续航里程降低了10%、12%，按道理来讲，当初消费者如果是知道这样一个性能，人不出这么多钱买你的汽车了吗？对吧？所以就裁定特斯拉败诉。当时特斯拉败诉之后啊，马斯克在推特上还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如果我们做错了，那我们确实错了。就这件事情来讲，我们的确错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和瑞典的这2起诉讼啊，最后都以特斯拉而败诉而告终。这2起诉讼最重要的，它确立了一个根本的原则，就 OTA， 你企业在技术上能这么做，但是你在这么做的时候，消费者第一要知情，第二不能以单纯的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为前提，来规避你企业一开始宣称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参数，你本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讲一下中国的威马汽车那个诉讼案啊，就中国的消费者在起诉威马汽车的时候啊，面临一个困境，这个什么困境呢？就是取证的困境。因为啊，它这个 OTA 之后啊，这电池的参数啊，都在车企的云端里头呢。比如说你的电池，你充放电的功率，然后你最高的那个充电的数据是多少，这个消费者拿不到。
企业都是加密的。中国的民法又不支持裁定让企业直接把它的内部文件调出来，你找第三方去鉴定，第三方也读取不到这些核心的数据。你搞一些简单的测试，人家威马汽车不承认，威马汽车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锁电了，他只是说就是冬天掉电400公里的续航掉到300公里正常，还有可能掉到200公里呢，都属于冬天掉电。结果这诉讼的过程中，这威马汽车就破产了。当年威马汽车当时也不行啊，就被人收购了。收购的过程中，这些消费者起诉威马汽车也就不了了之了。通过对比就威马汽车的诉讼和美国的特斯拉的诉讼，包括这欧洲的特斯拉的诉讼，我们就会发现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就在于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消费者要想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美国和欧洲相对来说这个法律体系是比较支持的，但是在中国呢不太支持，面临着非常严苛的取证的这么一个壁垒。所以中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通过监管部门出台禁令，工信部不是今年3月份出了吗？禁止这个锁电减配。所以你看到吗？中国的监管思路是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府给这些企业施加压力。至于消费者本身，尤其是个体消费者本身，你受到了权益损害不重要。你就比如说当时上海那个自然那个先生他姓董他当时买那辆汽车107万的新车，他那个车呢是试驾车，他好像花了80几万买下来的。事情出事之后，他也没告特斯拉。按道理来讲，他捡条小命他当时如果是在汽车里头，那汽车自燃的话，我估计他就完蛋了。特斯拉当时很快就把这个人搞定了，先给他换了辆汽车，全新的，据说还是长续航版的，周围的汽车也赶紧赔钱，奥迪的是吧？然后至于这个董先生，另外还给没给他加钱就不知道了。香港那个汽车特斯拉那不也自燃了吗？那么整个处理过程一丁点信息都没有透露出来，但是48小时之内就全搞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算特斯拉在中国国内处理类似问题采取的措施，对于针对的个案也都是最快的方式把这些车主搞定。搞定的好处是什么呢？搞定的好处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处理，也不会让有相同遭遇的其他的这些消费者按照同一个标的到我这来索赔，我可以承担更小的代价。对这个车主来说，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钱。所以你看，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管理逻辑：由政府出台禁令，政府发现了对你进行约谈，进行立案调查。一旦真出事了，比如说你车主被烧死了我把你家庭其他的亲人迅速搞定，赔一大笔钱，然后你不要找我们的事儿。但是美国和欧洲不一样，美国和欧洲是通过诉讼来建立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今天要讲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在中国国内是攻城略地它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44%，在国际上现在也是大杀四方那么日本的汽车德国的汽车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如何建构一个公平的对待消费者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中国汽车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标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不重视消费者的权益，那你到其他国家必定会面对一个非常严苛的市场考验。因为现在你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比价格比性能你都不差了，那差的是什么？差的其实就是对待消费者的态度。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知道现在非常内卷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都纷纷宣称自己的性能多么里程多少多么强，快充多么快。所以很多车企就采用比较激进的电池充放电的策略，但这就埋下了巨大的市场隐患。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能建立起来一个消费者跟车企之间公平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中国的车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真有可能栽大跟头。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第2代刀片电池直接从10%干到97%，充电时间只有9分钟。我操！色瞄系统是吧？